观之道为水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无论男女，一般过了30岁以后，肾气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过了40岁，一般人就会明显感觉到体力、精力等身体各方面机能大不如前。而到了50岁，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会因为肾气不足而逐渐显现，比如说掉头发、头发变白、耳聋、耳鸣，还有乏力、失眠、腰膝酸软、腰腿痛，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殖的性功能的衰退。中医认为，肾为先天之本，肾气不足，身体中的气血、器官也会受到影响。各种心脑血管的重大疾病、内分泌疾病，甚至肿瘤都会来凑热闹。怎么办？其实只要把一个部位松开，打通任督二脉，上面的毛病都可解决。这个部位在哪儿？它就是人的腰部。怎么松腰呢？只需一个动作即可。贴墙功也叫做蹲墙功，原来是内家拳用来松腰的秘法，后来由养生学者庞明先生传出。蹲墙是一个动作简单而又效果显著的方法。经过练习者的亲身体验，我们可以将它的功效分为以下这几种。一、首先，它有助于松腰，因此可以作为内家拳的基本功。2、可以强肾，是一种健身养生的良法。3、能够强化人体混元气的升降开合，是纠正体内气机偏差的有效方法。4、可用于现代人伏案、手机、电脑一族的颈椎腰椎疾病。5、有利于补充男性阳气，辅助治疗前列腺疾病。6、女性白带增多、月经不调、痛经等病症可以得到很好调理。7、肾虚、体弱、失眠、多梦。8、还能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、中风、半身不遂。除此之外，对于预防感冒、肠胃系统疾病、提高眼睛视力、防止心脑血管疾病、减肥等效果也不容忽视。贴墙功的动作要领如下： 1、人面对一堵墙或者一扇门站立，鼻尖触墙，脚尖也触墙。2、鼻尖贴墙慢慢下蹲，直到双腿彻底弯曲，完全下蹲，双臂抱住下蹲的双腿。3、鼻尖依旧贴墙，身体缓慢起立，直到完全直立。4、重复第一次下蹲的动作。注意事项：此法看似简单，但刚开始有难度，主要是肾气不足之人无力蹲稳，起立乏力，重心容易向后倾斜倒地，所以刚开始练时必须将脚尖稍稍后移，具体尺度自己把握，保持重心稳定即可，然后缓慢下蹲起立。做功时一定要专注于脊椎的直立和身体平衡，否则一不留神就会向后倒。下蹲起立的次数由自己把握，多少不限，但每次起码应有9次以上，以后以9为单位逐渐加大到18次、81次等。为什么贴墙功有如此效果呢？因为这种功法可以锻炼神经中枢，可打通任督二脉。过去有人把这个功法称为反序运动，像平常的跑步、慢走、做操，这都属于正常的运动，像往后倒着走，这就叫反序运动。练什么都不如练神经中枢，也就是这个脊椎、任督二脉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太难练了。我们平时做正常的运动，比如慢走、做操、跑步的时候，这个脊椎都是直的，练不到这里。这种蹲墙功其实主要就是打通神经系统，打通任督二脉和命门的。命门穴就在人体的后背，跟肚脐相对应的就是在腰眼那块。中医里后背为阳，为督脉，所以又称为阳气之海。阳气决定长生，阳气旺盛，百病不侵。打通命门就是调阳气，就像肾那块有一团火，肾主髓，髓主脑，脑主元神，脑是高级的神经中枢，督脉畅通充实，就百病不得。打通任督二脉的关键就是对这个命门穴经常锻炼。蹲墙的时候腰幅度大，这个幅度最好能达到2个手握着拳头能够着地蹲下去，但这个幅度就非常大，一开始你够不到不要紧，慢慢锻炼，循序渐进。而像其他的功法锻炼四肢，就远不如锻炼神经中枢，因为脊椎每个节中间都是大穴，
这个旁开 1.5寸、2.5寸的地方也都是大穴。五脏六腑有病都和这些个大穴相通相联系，只要有病，这些个穴位就开始长结节，就堵住了。那么我们通过练习这种养生功，就说一蹲一起，这个往前弓往后弓能打开体内结节，结节一开这就通了，通者不痛，病就好了。这种方法练习出来之后，很多人都会在心底问上这么一句：真的有用吗？有没有用？真正做过的人说了算。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位坚持这个方法的熊先生所总结的心得体会吧，希望能给大家更多的信心，这不是胡扯，而是真真正正的有效。想当初，熊先生的右膝关节严重的滑膜炎使腿部伸屈困难，找医生看病也疗效甚微，也是朋友推荐了蹲强功，因他艰难地上了路。刚开始时根本蹲不下，只是半蹲，但不气馁，仍然坚持着蹲，到半年的时候，蹲到一半的时候才能彻底蹲下去。但蹲完站起来以后，膝盖就又僵硬了。这样一直坚持蹲了整整1年的时候，终于彻底的好了，直到现在再也没有重犯。蹲墙还治好了熊先生的慢性鼻炎，以前鼻子基本闻不到味儿，就连睡觉都是张着嘴出气。没办法，虽然不是什么大病，但也挺烦人的。习练蹲强功1年多以后，随着滑膜炎的消失，慢性鼻炎也不治而愈了。就连对待感冒，熊先生也有了好办法，有2招。第一招是在自我感觉有了感冒征兆时，赶快冲喝2包感冒冲剂，第2天也就没事了。第2招，如果真被染上了感冒也不要紧，干脆也就不再吃药了。一连3天加大蹲强力度，3天下来，感冒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无论是发热感冒还是风发性感冒，通通如此处理。蹲强8年来从未失过手。另外，蹲强对身体胖瘦可以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。蹲强以来，熊先生脸色红润，消化功能强壮，根本不用马丁啉帮忙什么的。同时结合饮食控制体重，从160斤下调至140斤，几年过去了，从未反弹过。最后，小关再来介绍一种最适合那些健身又不想复杂的人练的面壁蹲强功。它最简单有效，是一项调节全身的运动，运动量可大可小，人人调节，能够对人体起到驱邪安正的作用，还能够配合医生对一些慢性疾病起到综合治愈的效果。面壁蹲强功的动作要领为：面壁而立，脚尖抵墙，2脚并拢，周身中正，2眼闭合，全身放松，会阴上提，舌抵上颚，2肩前扣，含胸收腹，腰后凸下蹲。下蹲时头不可后仰，不可倾斜，始终将2腿并拢，彻底蹲下后再缓缓上起，如此反复多次。蹲强功根据其功夫层次由易到难，可分为3个阶段。1、初始阶段，快速蹲强。刚开始有很多人做不到完全合度，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定2脚的姿势和距离。脚尖可以先离开墙，离多远以尽自己的力量能蹲下去为度。每次蹲30个为一组，多多益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随着周身各部气的充足，尤其是脊柱、腰部松动程度的提高，就能顺利下蹲上起了。此时就应转入第2阶段的练习。第1天、第2天只蹲30个，第3天、第4天可增加到60个，以后10个为阶梯递增，到1个月左右可增加到200个左右。需要提及的是，刚开始蹲强时，蹲到2至3天就可能双腿有酸痛感，这时不要停止蹲，每天继续坚持蹲，过7天喘过去也就不痛了。这时候如果不蹲了，也一样要酸痛的。2、熟练阶段，可慢可快。此阶段在2脚并拢，脚尖抵墙能完成蹲强动作的基础上，应注意行松易冲，体会周身气机的升降开合，同时减少蹲强的次数，但时间不变。快蹲用自然呼吸即可，慢蹲则可以配合深呼吸，即下蹲时往出呼气，上起时往进吸气。深呼吸可以蹲5至10个调节1次呼吸，也可蹲1次调节1次。深呼吸法有鼻入鼻出、鼻入口出、口入口出、口入鼻出等法。3、提高阶段有兴趣可做。
按标准姿势能轻松自如地完成整个动作后，就不应再盲目追求蹲墙的数量，而应加大难度，提高质量。加大难度的方法如下：一、赤脚蹲墙。赤脚，脚尖抵墙下蹲，这与穿鞋的感觉大不一样，大大加强了对脊柱的伸拉作用。二、撑臂蹲墙，这在难度、力度上又加了码。蹲墙时，两臂保持左右平举，呈一字形，立钉自掌。进一步还可以配合手指的分合，上起时大小指分，二四指分；下蹲时二四指合，大小指合。注意不要使手碰墙壁。贴墙功看上去很简单，但其实却最难做。你能做到什么程度，就说明你的身体健康是什么程度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